那时候搭计程车，我一定会被计程车司机问说：“你会不会讲中文？你的中文讲真好。”就那时候我们觉得你长得很像中亚人的时候，这个真的超级无敌像的，超级多人问我说土耳其的状况好不好？而且那时候《进击的巨人》动画正在播，我就觉得那个状态跟我看动画时候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类似，很深邃。对。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我想在之前的这个走中奖过后，应该就有很多的观众呢，应该大部分都会知道我去整形了。那一直以来，其实观众对于我的这个决定，还有具体的手术过程啊，以及恢复期等等，都有非常多的疑惑。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决定要透过2集节目来讲清楚。那第1集主要会讲脸部整形的部分，然后第2集呢，则会说明抽脂的部分。那企划洋洋呢，会用以这个网友的角度来向我们提问。不过因为有很多问题，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啦，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帮我做手术的谢东颖医生来一起上节目，协助我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瘦版自己还习惯吗？在总奖之前呢，我用4个月减重了14公斤，过程中没有节食，反而餐餐吃饱又吃好。现在我跟减重医师宋瑞仁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生涯课程，要把我减重不复胖的工具方法分享给你。这种课程特别适合预算有限又忙碌的外食族，不用依赖贵的水煮餐，不用算热量赤字，更不用痛苦的节食或疯狂运动，只要跟着课程认识影响体重的关键荷尔蒙体质，并且根据体质掌握判断优质外食的方法。你会发现能吃又好吃的东西其实很多，就算你3餐外食或食量很大，也能够欢喜吃照样瘦。现在我跟宋医师一起筹备的外食减重学正式开卖，早鸟优惠49折起，让你最多省下2600元，超级划算。输入我的优惠码再折200元。新年到了，想要改变形象瘦一波的朋友们，就千万别错过啦！那谢东颖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谢东颖医师，我们自己在经营医心为美的诊所，然后我们是一个奈米 YouTuber， 所以来这里好兴奋哦，你知道吗？医师每次都非常的浮夸，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浮夸。非常活泼的医生，因为我今天就扮演这个网友的角色嘛，就要来跟志祺提问非常多的问题了。那我们首先就是要先问志祺，你的初衷呢？你到底为什么要决定去整形的？你对原本的自己到底哪里不满意？我最早其实是从眼睛开始的啦，就是因为那时候做完近视雷射嘛，然后你就每天洗脸的时候，你就一直看得很清楚自己，然后才发现，我的大小眼好像有点严重，所以最早就是大小眼，想说，可以去调整一下，让两边看看有没有办法平衡一点点，然后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很难，但是同时呢，就是知道说脸部原来是一个协调的概念，就应该要一起去思考它，然后我就想说，我的鼻子好像一直觉得我的鼻孔外露的比较严重一点点，是不是可以调一下呢？然后以及就是瘦很多嘛，就是这边很垂，包含了这几个概念，我就去跑去问医师，这样子可不可以改？可不可以改？对，所以你就是在眼镜脱下来之后，然后看到自己脸部的不协调。没错，就是看清楚了之后，就发现事实原来是这么的残酷。那你在找医生之前，就有想过你自己的脸要怎么动手术，或是有特别想做的方向了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想问医生我那个时候就看你的频道就看了一大堆，然后我就想说所以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有，然后大概有这些，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人跑去找你说我看了你的频道，然后好像要做这些，你会不会觉得你又不是医生，你在那边给我就是讲这些干嘛？不会啦，不过的确是客人的需求嘛，我想要改善什么，可是我们必须用更专业的角度，然后更全脸的规划去重新帮他思考，我要怎么样可以达到他的需求是实际上做得到的，而且整体是协调的，这就是需要专业嘛。所以像我们在看诊的时候，我们比较像是无菜单料理，不是说我来点菜说我要眼睛大一点，我要鼻子尖一点，我要什么，不是在用点菜。我觉得大部分是我有什么想要改善的，可是重点是要变好看，所以我们必须整体的评估，所以一开始来可能要所有的细节都会慢慢看完以后再给建议这样。那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就一进来就说我想要眼睛做这个，然后鼻子做这个，脸部做这个，或者说我要志祺全餐，那你通常会怎么样跟这个人做应对？我就会很认真的看着他，然后很诚恳的跟他说你不适合。直接这样子真的，我们是一个蛮傲娇的医师，我们还是要符合事实啦，就是说我可以针对每一个客人为他去设计，为他创造一个最好的形态，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你喜欢怎么样的风格。可是因为手术并不是修图软体，并不是说我想要怎么修，然后我们认同修完这样更好看就好，也要实际上做得到。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客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会先叫就是不需要先讲话，因为我需要时间先观察他，从他的抬头、抬眉、眼睛开合、微笑、正脸、侧脸，所有的组织的松弛度，所有的事情都理解一遍。就是说，我要先理解他
是什么样的结构，可能有什么问题，然后甚至从简单的穿着或者是后来的对话，我要先去理解，或者是我会问他的职业，我需要在心中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样子以后，我才会听他讲他的需求，因为这时候我才对应得上，我就可以开始慢慢去理解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设计它。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手术设计是由大而小，所以我们会先在乎它的立体度跟流畅度。这种概念就是我只要眯眯眼看它，我还是觉得它是好看的，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然后再来一些细节，包含要不要双眼皮，要不要什么，这种小的部分有时候就要看他的个性，他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做完是好看，而且自己觉得很自信舒服的样子。但我好好奇哦，就是那这样医生会期待客人去之前先想过什么吗？因为假设我现在想要比如说整眼睛好了，可能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先了解什么样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啊，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自然，怎么样的方式会比较立体，我需要先了解过再去找医生吗？还是我只需要去跟医生说我想要让眼睛变大，这样就好了？其实我个人会更喜欢前者，就是做了功课了，所以他可以问得很深。其实我们不会怕麻烦，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客人已经有很明确的想法，我们可以谈得很深那时候有一些想法可能是错误，因为网络上有各式各样奇怪的留言，很奇怪的讲法，我们可以在这时候稍微纠正一下，最少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很棒。可是如果一来就是说我想要眼睛变大，就是一个太空泛的想法的时候，除非他对我非常的信任，不然我其实会有点担心做出来这结果可能从我的角度是好的结果，可是跟他的想象有落差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挫折的结果，这样不行。我们可以还是分享一下，就是具体来讲志祺到底在脸部上动了哪些部分吗？因为其实真的荧幕会放大你的脸型。上一年的走中奖，其实那时候你帅已经被大家看到了，所以那时候见到你以后，当然见到偶像，然后就想要捧着他的脸。志祺被捧着脸的时候感觉是什么？就是人生第一次被这样子这样你捧着脸去摸，你看他就这样摸，你可以看到像我就没有这一种很好看的骨头形状，你看我这里颧骨就凸出来是折进去的，然后笑起来这里就两坨，我相对脸就比较平。可是你看志祺，先不管鼻子，你光是这个脸型，原来他藏着一个很窄立体的帅哥脸型。其实基础条件就是好的。你看他脸型这颧骨的感觉，然后从侧面先不管鼻子的话，你也觉得它是一个立体的脸型，然后下巴的线条这些流畅度都是非常棒的。从这个角度回来看，反而会觉得你当时的鼻子比较短，肉一点点，稍微微翘一点点，就会跟你的基础的脸型好像就有加强空间。所以那时候才会考虑说那或许真的可以隆鼻，把鼻子拉立体跟延伸一点点，不然其实你当时的鼻子的挺度根本不应该推荐隆鼻的，因为够挺啊。可是的确你看现在鼻子稍微延伸一点点，我们最后决定是延伸1mm嘛，然后鼻背稍微加一下，可是就会跟你现在整个脸型就非常的流畅，非常的顺。这大概是我们最一开始真正想做的事情。那眼睛的部分其实当然是因为有大小眼所以可以调整，而且你的大小眼大概 80% 是因为眼褶的不对称，所以单纯靠最简单的缝一下，其实大概就解决 80% 的问题。眼褶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人的大小眼是真实眼睛打开的幅度的大小眼，就露黑眼珠的大小眼，我就一边开特别大，一边打不太开这种大小眼。可是你的大小眼是把眼睛打开这个结构，提眼睑肌力量是一样，所以里面黑眼珠打开是一模一样大的。可是因为外面的这一个窗帘，这个眼褶、眼皮盖下来的幅度不一样，所以创造了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大小眼。这种状况其实只要把双眼皮做对称了，把这个眼皮处理好了，其实眼睛自然就很对称了。所以你也算是运气不错，就是只一小小的方法就处理好了。不然有一些人可能会需要做到提眼睑肌啊，一些相对复杂或相对比较不稳定的手术去创造那一个大小眼对称。然后最后是这边嘛，就是因为它很垂，然后所以那时候你就把它弄一弄了。比较偏向是那时候是这个，对，这个嘴边肉有点掉下来，就很像是一个包子掉下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先抽脂，让这个包子轻盈一点以后，然后再做个深层埋线拉提，把这包子从不喜欢的地方往这个地方拉提，就期待它会更顺。可是不得不说，你的整个线条这么棒，其实我认为抽脂跟拉提的角色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超有毅力的减重，
我觉得可能才是你现在整个脸型变窄最少占80% 的原因。这个拉提可能只是在某个程度加强而已。老实说，志祺在每一次的走中奖都会变帅，对，因为他每一次走中奖前都会瘦身。对对对，我都会很认真的过个大概3个月。因为志祺之前其实有先简单介绍过价钱嘛，就是隆鼻大概是22万，然后抽脂加埋线大概是6万块，然后双眼皮大概是3万5，大概是这样的价钱。可是有一些网友看到之后就觉得说，这个价钱怎么这么便宜？他可能去做个凤凰电波就要10万块了，他们就会想说，志祺这个嘴边抽脂跟埋线的部分怎么会6万块就可以做完？这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吗？因为它不是一个大手术，我就说其实像现在这么 amazing 的结果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手术造成的，所以它只是一个改善而已，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我在全脸设计上的一个配菜而已，它不是主菜。主菜其实还是以鼻子为主，甚至眼睛对我来说都已经有点像是修饰问题的一个配菜而已。那至于价位的话，当然以这么棒的结果然后来回推，就觉得如果我可以花个30几万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那真的超棒的。可是实物上是这样，隆鼻啊双眼皮都还是偏年轻人的手术，其实20几万对年轻人来说其实已经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们在诊所很不推荐带着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去借钱去筹个20几万然后来这里就可以人生逆转胜。我觉得这个心态会让自己面对这个手术太有压力，效果要这么好，老实说跟原本的条件还有跟你的脸型是不是真的只缺这一个部分有很大的关系。更多时候我们做到是帮你修饰缺点然后改善，然后以协调自然为主，可能不会是一个大换脸，而是一个让自己觉得很舒服自信的一个外观，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期待。对我来说就会看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生活到底是真的有没有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它就是代价的问题。就有点像你花了很多钱去弄一个车子然后让你的生活过得比较不好，那没什么必要。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职业其实你就知道说你做这个投资它有办法在未来带给你更多，那或许是一个选项，所以还是要想说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了。那还有一个坊间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听说做完鼻子的手术之后就不能再做小猪鼻了，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吧？就不能啊，这不就硬的会有人可以吗？不太行。对啊，我们鼻子为什么变好看？我们就是希望它能挺起来嘛，尤其要用一辈子的所以那这样鼻头就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力量把它挺起来，那个力量在鼻头里面就会显得鼻头比较硬，所以随着时间软化以后，其实像现在擤鼻涕鼻子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小猪鼻这个动作的确都会持续紧紧的。那有没有办法一些手术可以创造做出来以后其实鼻头相对柔软？还是有的，可是那代表它的结构加强就没有办法那么稳定，那通常要条件很好的人，就是他本身鼻子已经很棒，他只是在修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加强，那它可以是相对柔软。可是如果说今天要一个相对稳定的鼻型，我们现在主流医师创造出来的鼻子还是会比较紧紧的，可是不太会造成人生很大困扰吗？小猪鼻没有那么重要了，不需要吧？再来呢，我就是在网络上面查资料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想要去整形的人，他们会很重视就是要找到能够适合自己的医生。那志祺当初在这个部分是怎么找到医师的？前面是无聊自己看很多手术影片的时候就发现因为影片做得很好，就觉得我后来好像都在看这几个影片。然后后来是最开始是立方他那时候在应该是上次的走中奖，他就问我说对他的整形的想法是什么样，然后我就愣在那边你有整形？我完全没有发现，就是我偶尔会跟立方说碰到面的，然后我都没有发现，所以就是觉得这太自然了吧。过去在我脑袋里面的隆鼻的选项，它都会跑出很风格化的鼻子，概念可能会很强烈，然后或者是它可能是为了拍照服务的那种鼻子，我会觉得很帅，但好像不太适合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看到立方的那个成果之后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选项。然后后来我又有一个朋友是那个福尔斯汀，他也去弄，然后我就看了他那个整个回复的过程，然后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选项就我跑去咨询了这样子。我还很好奇的是，你要怎么跟医生确认你心目中的美跟医生心目中的美是可以一致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要看过去医生他的一些所谓的作品，觉得他想要追求的这种协调感啊，或者是比较柔和的状态是我自己喜欢的，还是会有一些实际的模拟啦，就在鼻子的上面，因为你真的也很难想象说我这个东西往下 1.5 往下个1到底长怎么样，所以是在那个时候就更确认说两边的想法是不是一致的。那医生会怎么来跟客人沟通这个部分？这个其实很难因为如果今天整形像是换衣服一样，就是去那边换一换喜不喜欢喜欢就去买不喜欢我们再换下一套。可是实际上不行这样，因为每一次手术其实都是拿一个组织的健康度去换的，所以术前要花更多时间讨论。不要说志祺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客人也是在决定手术到真正做隆鼻到
开始麻醉准备手术，这中间的讨论设计，我觉得每个客人我大概都花到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尽可能在术前用模拟也好，或者是用叙述也好，各种方法尽可能让客人可以想象后来的样子。可是说真的，这个时候已经有点进入艺术层面了，有时候可能得信任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跟你沟通，你可以感受到我真心想要帮你把这个手术做到我心中觉得最棒的样子，那请你信任我会以修饰、柔和、立体让你自信这个设计为主，我并不会觉得说一定要什么特殊风格，所以反而是一些为了拍照服务的这种手术，我需要一个很挺的鼻子，很怎样的，其实我反而不太在行这个事情，所以没关系，每个医师都有他擅长的风格。我刚刚在听医生刚刚在介绍那个志祺脸型的条件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哇，感觉医生比志祺更加的了解志祺的条件。所以我就觉得说，假设医生都是跟客人像刚刚那样的介绍，我好像就可以在那个对谈里面更了解自己，然后能够慢慢去理解这个样子可能会往什么方向前进。我觉得你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就我那时候去听完之后就，原来如果你没有把手术当作是一个很排斥的东西，你愿意去接受它当作你人生的选项之一的话，你就会在那个咨询的当中知道说，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原来我这个条件是怎么样了，我大概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那是蛮有价值的一个讨论应该这样讲。但像之前我们在志祺要去做雷射手术的时候，我们就有听说过，像那时候角膜的厚度啊，或者是一些眼睛干涉度的条件，都会影响到能不能做眼睛雷射。那在整形这部分也会有这么多需要考量的条件吗？真的有可是一时间好像也很难在这个访谈里面谈清楚这个事情。可是就像简单讲鼻子，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会拿那个小棉棒在那边拉你的鼻头，我要知道它的弹性，拉起来以后鼻头的变化跟鼻翼的变化，它都还是有它很科学或很物理的一个逻辑在，并不是可以无中生有的。那有哪些医疗上面的评估是在手术前一定会做的吗？如果就鼻子来说的话，那我们当然重点第一个是要手术安全嘛，那手术安全就包含了身体健康、麻醉安全啊，所以会抽血啊，然后会做一些心电图啊，确保这个手术是可以安全被执行的。隆鼻本身的话，像我们会用到自体肋骨嘛，那我们就会去做电脑断层，去看肋软骨有没有钙化，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说我手术中先给你一个伤口，然后才发现我钙化了不能做，那我们把它缝起来好了，这就不适合。所以我们的确会尽可能把所有可以检查的东西在术前先讨论好，尽量减少整个手术的意外发生。其实鼻模拟算是我们自己的方法，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像修图软体一样，我们用一个修图来沟通彼此之间的想法，它实际上是考虑到组织弹性，配合了电脑断层，配合了整个脸型的结构去讨论的，所以它甚至是代表着到时候怎么做这个手术。我们鼻子要变挺多少，我们要往下延伸1mm，那这个鼻头延伸了以后跟鼻孔之间的关系，全脸的协调性，然后哪一些地方需要调整，其实我们会尽量透过这个相对科学的方法，多一些沟通的方式。那在整形这部分，我想还有很多人很在乎，就是那到底会有多痛这部分就要来问志祺了。你觉得你的整形手术有多痛呢？你现在做过这么多，例如有整形、有刺青、有拔智齿，你可以帮他们评估一下痛度吗？我想想看，拔智齿大于刺青大于整形。鼻子真的很不痛你当下结束其实你没什么感觉，你只有里面会被塞那个止血棉，然后只有在止血棉要被拔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会可恶，有点像是超强力的快塞，就是很像是那个感觉。然后其他时间你都只有取炙热的地方会痛，然后你平常炙热也不会痛，因为你就走路而已，但是你打喷嚏的时候才会痛，就是收缩一下会痛，其他时间真的完全不会痛。但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它就是不会痛。其实大部分鼻子本身不太痛，可是鼻子的不舒服在于会鼻塞1-2个礼拜，然后第1个礼拜不能好好洗脸，这个痛有点不舒服。然后肋骨的痛其实也是因人而异，这里有腹直肌啊，其实它有它的结构，我们有一点要把肌肉拨开，而不是很暴力的把整个肌肉破坏冲进去。我们是请它过去，然后我们拿到我们要的东西，所以它的结构破坏没有那么大，所以相对恢复也会好一些。而且在手术中，我们也会有一些长效的止痛针在局部，甚至术后的一些长效的止痛的加强都还是有的。我觉得鼻子是会让你不舒服啦，第一天的24小时是最不舒服的，你就想到你的鼻子就是重感冒，但你又很累，可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睡着，你要用嘴巴呼吸或者是什么就会醒过来，所以你会一直处在一个很累的状态，但是它真的不太会痛。那比如说像隆鼻手术，它会有什么比较常见的后遗症吗？隆鼻其实长时间大概我们会分成2个部分去讨论。第一个先短时间的，就是它有感染的风险。隆鼻感染起来其实是一个蛮灾难的事情，就是说
它可能会很严重的组织发炎、组织破坏，而且当它恢复以后，隆鼻的那些组织它会进入一个恢复过程，它就会挛缩，所以会有一些人说感染之后就变小猪鼻，变得很紧啊，这些它可能就需要把感染先稳定下来，然后等到组织软化半年后再重修。而且假设我今天胸部或其他部分失败了，其实我基本上我的正常生活还可以维持，可是鼻子在整个脸的中心的时候，几乎会让正常生活完全没办法维持，所以这是一个对客人端是压力最大的事情，对医师端也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的。改善方法当然是手术中我们需要一个最完整安全的手术环境，然后术后的照顾啊，这些都要非常的谨慎，甚至我们会严格到只要有抽烟的客人我们都不推荐手术，这个就是会增加感染风险。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变美，并不是每人都一定需要的手术，我不觉得他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评估说，这个手术风险就这样，那好处一定要远大于坏处，我们才会推荐这个手术。这是第一个感染的事情。那长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的问题，软骨结构啊这些，我们创造鼻头的时候，其实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有部分吸收，所以我们现在更推荐使用自体肋骨也是这样，因为它已经是所有我们拿得到材料里面最稳定的，长时间是相对最安全，跟它的变化是最少的。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既然做这个不算小的手术，我希望它是一辈子的，而不是说随时又要进入重修阶段，它尽可能是可以相对健康，然后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外观，然后一辈子的。那除了痛度之外，大家还很在乎的就是恢复期的问题。志祺，你是一个基本上每天要拍影片的人嘛？那你这个恢复期到底花了多久？要怎么讲？它有很多阶段，就是你第一个礼拜真的就是很肿，那时候搭计程车，我一定会被计程车司机问说：“你会不会讲中文？你的中文讲真好。”就那时候我们觉得你长得很像中亚人的时候，这个真的超级无敌像的，超级多人问我说土耳其的状况好不好？而且那时候《进击的巨人》动画正在播，我就觉得那个状态跟我看动画时候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类似，很深邃。第一个礼拜真的会让你有点生活的压力，你会不想要有任何跟别人的接触。但到了大概2个礼拜之后，我就觉得它其实就是一般人会觉得你肿肿的，可是不会觉得怎么样。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我拍影片，其实一般的人应该看不太出来。对，所以你2个礼拜后就开始拍影片了。对，而且因为我们刚刚讨论的是鼻子嘛，其实眼睛是影响更多的。眼睛会让大家觉得眼睛真的好肿，然后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它就是好像消的比较慢一点点。然后最后鼻子，我觉得实际上大概可能真的是3-4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在荧幕前比较没有那种负担啊，没有那种压力，然后到6个月之后就已经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然后到现在都还是持续在消，这是真的会发生的。现在都还持续的在消吗？对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不会那么完整的记录，但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拍片嘛，所以我就真的会知道说，就在消。我们都会跟客人解释说，大概颜面手术不只是隆鼻，颜面手术大概都抓2个礼拜，2个礼拜可以消肿到不认识你的人看到你不会特别觉得真心了，就是走在路上其实不会有太多人家在那边侧目了，大概到1个月自己才会开始喜欢，3个月第一阶段精致，这是一般的颜面手术。可是我们目前合作的像你们这些100万 YouTuber， 我后来的感受是，因为你们的目前需求其实真的要让你们觉得很舒服很安心，几乎都要半年，所以其实有目前需求的人心理状态可能要更强壮，或者是把这时间要拉得更长一点。那我这边好奇，就是在6个月之后，它是实际上真的有在继续消吗？还是只是因为就是我自己看习惯了？其实还是会，鼻头的消肿、鼻背啊这些，其实甚至都要1年或1年多，它才会真正的稳定。所以它还会再继续消？会。但因为很多人整形是会让自己变得更好看嘛，但在恢复期的时候，那个肿度可能会让你对于那个时候自己反而是更没有自信的。你会怎么去面对你恢复期时候的状况？我觉得就是你很清楚知道现在是不好看的状态，你就不会有认知失调啊。有些人可能会想说结束就会很好看，但没有，你现在就是长得怪怪的状态，你就是在肿，那你就接受它。所以就假设我没有办法躲起来的话，我就是要接受中间要有一个不自然的时期。我觉得是。那你那阵子其实就是好好躲起来嘛，你就不要做一些会伤害自己的事情嘛。就干嘛要自己拍一个照，然后这边就我现在长好丑，不要这样子。那再来还有一个很多人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志祺你可能还会再整形吗？我不想我把话说死，可能哪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会再做吧。但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这件事情就是它就是一个选项，但是我会去好好的了解它的代价跟风险，那我能不能承受？如果我不能，我就不会去做它。那医生，我想问你，对你们来说，你们真的会觉得有这个整过头的问题吗？其实还好因为如果说我的态度本来就是去观察每一个人他真正适合的样子，然后我只是在修饰缺点或者是加强他的优点，其实它的确是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目标性，到了就是最棒的状态了，我就不太推荐在为了自己
期待或什么我一定要再去动什么，那个我们就基本上是不接受或不推荐的。所以在我这边，我自己的客人应该比较不会有所谓的整形整过头的问题，因为我们大概会适度的帮他踩刹车。所以如果他其实想要进行一个他可能自己身体条件不太适合手术，你们就是其实就会把他挡下来，会拒绝的。我有朋友去那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之前也想去，然后我被拒绝，为什么你可以做了？就是应该是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可能条件就不错，他好坏处去评估以后，我觉得他不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他可能风险都一样高嘛，可是你的好处可能还不错，因为你的条件适合啊。可能他本来就已经也不错了，所以他做完手术加分真的太少了，就是好处坏处那就不推荐了。对。那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整形过后都一定会遇到舆论的问题，就算他只是一般人，可能身边的人都还是会有舆论压力嘛。那志祺有没有哪些你自己是如何面对，给大家一些心法吗？我觉得舆论会让人困惑，就是一个认知失调的状态。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做了一个努力的事情了，然后或者是我在变好了，但是其他人觉得你没有变好，或是你自己觉得说整形还好啊，没有什么，然后但一大堆人跟你讲说他们觉得整形超烂。所以我觉得重点好像是你要有一群你相信的人，然后他们能够给你正向的回馈，而且他们可能有经过这条路。所以例如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跟身边就是有整过的朋友就聊说，那我现在在这个状态，你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吗？然后他就说，对啊，我那个时候你看多丑多丑，但是我现在这样，你就会在巩固你的信心。所以我觉得人的认知本来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舆论让你的认知跟心态从原本的平衡到了那个不平衡，这时候你就要找到一个方法从不平衡到平衡，而不是说我这个时候我就是默默的接受舆论，我自己内心要坚强，而没有，就是你要做一些行动把你从不平衡拉到平衡，这就是那个认知理论嘛。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想会想通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会，你需要跟别人聊天，透过互动的过程你才会知道。那在这个部分，医院这边会有可能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心理建设吗？我们大概比较偏向在术前的时候，可能尽量在有限的讨论时间去感受客人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个恢复期的状态。会这样子会在那时候就感受到。有时候会耶，像你跟超立方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你们很有决心，很明确自己知道要干嘛，所以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感觉。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志祺，就是在整形之后，你还有什么心得是觉得可以跟大家，或者是现在还对于整形有犹豫的人分享的吗？就我觉得还是要真的有点想清楚啊，你到底为什么而犹豫这件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其他人的反感，那你要去想一下，就是对啊，这件事情又没有伤害人，那为什么别人会不喜欢呢？有的时候一个这种心态上面的选择，或者大家不希望你去想什么事情，那是一个某种社会框架它给你的一个压力，那你就想一下。然后另外我身边的有些朋友，他是因为自己的伴侣而去整形的，就是伴侣喜欢什么样子，然后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去动什么动什么，那我会比较建议这样子的人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变成一个潜在的冲突因子。那我觉得大家要去做整形这件事情，应该都是希望给自己更多的自信，然后这个自信可能会为你带来更好的平静的生活，或者是一定多少有点开心的成分。我不爱觉得说你现在把这个因子埋在那边，然后之后爆发，你人生会过得比较好。我目前看到都不太会。美感它本来就是跟社会有关嘛，就是社会跟人之间的互动，人就是一个社群生物，你很难去讲说我的美感就没有受到大众的舆论影响，就是这不存在。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呢，你还是要想一下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就这个思考可以帮助你更巩固你为什么要做，或者是你为什么不要做。如果你都没有想，只是因为我的身边的好朋友都有，我的谁谁谁希望，那我就会建议你这个事情缓缓吧，先不要。那医生，你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观众说吗？我觉得其实志祺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健康的整形心态，一个很棒的示范。怎么说？因为你看，你相对是重新思考自己对于这个手术的需求，而且你对于整形的期待是相对健康的。我并没有觉得说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是相对合理的去看待这个手术的成果。而且其实整形真的就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它并不是说我今天付了这个钱进去这个诊所出来以后，人生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其实人生太多面向，就连单纯外貌这件事情，整形也只是一个部分的。你看你的减重啊，你的雷射啊，牙齿啊，还有整个妆发啊、设计啊，这些其实都是你想要呈现更好的自己的时候，单纯就算只是外观这一个部分，其实你也是全面性的努力。整形只是一个环节而已。上次我们也聊过米开朗基罗讲那句话，就说我在大理石中我看见了天使，
我们整形外科医师的角度只是去雕刻这个大理石，让天使释放出来而已。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只是释放了这个天使，可是让这个天使真正展翅高飞，其实还是自己的努力，在你有意识的去往这方面的整体的努力，更健康的生活，各种方面才造就了左中奖的这一次的大亮点。我觉得这边好像有讲到一个我有点共感的，就是真的不能够把整形或者是任何的一个东西就当成是你要达成目标的唯一的那个策略，就是你这样子直接靠别人，我觉得其实是做不到的啦。就是它是一个现实，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效果，而是如果你抱着这样子的心态去的话，我觉得最后就是你会失望，然后医生也会很痛苦，你也要做一点什么，然后大家一起往那个方向努力。我觉得有点像一个 buff， 医生可能可以帮你施一个 1.1 或者是 1.2 倍的这种魔法，因为一般人大家对于美的阈值可能是一个，例如是90好了，你原本在80，但是你也要自己努力到达82，你才有可能透过一个 1.1 的 buff 到90，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你现在是不错的状态，大概是一种这种感觉吧。其实医美手术有时候它已经太泛滥，它有时候有点商业行为在里面，可是还是得回归，它就是医疗，它是一个缺点，我们去付出了什么代价去得到它的改善，所以它就是医疗，所以它有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它也实际上有它的风险，有它需要小心的地方，所以在选择医师上还是要选择合格的医师，或整形外科医师，或者是在单项手术合格合法的医师，然后在合格合法的医疗院所，才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安全好的结果。好，那今天很谢谢谢东颖医师帮我们回答了这么多的疑难杂症。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